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有一种，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没有的平和，就是非常的平和。我说贵国10多亿人的民主国家，应该是世界第1大民主国家，为什么管自己叫世界第2大民主国家？然后整个这板块里头，这欧洲各国人在那笑。我们的女性应该多去印度看看，看到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她就回来以后，她就觉得自己已经光荣，在中国做女性已经幸福死了。最后我离开印度的时候，当然我很感动啊，这个陪着我的那个佛学教授深深的感动了我。然后印度整个那个社会的平和，到处见不到警察，然后贫民窟里那么大，但是犯罪很低，犯罪率很低。这三十路确实一条很神奇的线，因为穿过了各个文明古国，中国呀、伊朗啊、这个埃及啊、这个等等吧，墨西哥，所以它是一条特别有意思的文明线。基本上的古代文明都是在这条线上发生的。然后几个最重要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都是在这条线上诞生的，还横跨了几条大河。长江、恒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所以这个是一条很有意思的线。但我个人觉得啊，也是一条美女线。基本上，沿着这条线的，从中国杭州开始，苏杭美女到北印度，到欧亚交界的那几个国家都是美女如云，伊拉克等等等等。这个，所以他们很多地方都得拿纱罩着脸，因为实在长得很美。今天先说说第一期，说说我这个杭州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从小这户口本上就写着祖籍杭州，然后我这个一直不好意思说，因为我觉得长成这样的，跟那个江南才子，然后杭州那种水软风轻的那个路子不太对，所以通常不敢说我是杭州人。今天先讲这条线上这个一个重要的国家吧，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对于一些遥远的国家很了解，比如大家很了解美国，大部分人都能说出美国几个州，加州啊，都能说出纽约啊、华盛顿等等等等，然后能如数家珍的说出欧洲、美国的各种事儿。但是围着中国最近的这些国家，其实是我感觉到非常不了解的国家，或者叫互相不了解吧。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其实美国人、欧洲人对中国还比较了解，能说出个5、6的。但是围着中国越近，其实就是接壤的这几个国家，中国和他们互相非常不了解。比如说日本，中国人民其实很不了解今天的日本，大家对日本的印象都停留在那个小兵张嘎、胖翻译官那阶段，都是撒里给给，然后都是那样的。今天的日本什么样子？大家其实很陌生，日本人也不太了解中国，对中国也很陌生。然后我们也不了解蒙古，我经常看到一些谬论，说蒙古还经常提出要回归中国，我就觉得特别可笑，因为你要真去了蒙古，那个排华反中的那个是非常严重。俄国大家很不了解，还停留在各种历史阶段，什么老大哥那阶段。俄国其实反华也很严重，就是我在全世界感觉受到最歧视的就是俄国，就是我作为一个华人啊，就长成这样的，最不歧视的就是美国，最歧视的就是俄国，然后恨不得每个人都想揍你一顿，那感觉。然后印度离我们那么长上千公里的那个接壤，但是我们对印度也很不了解，然后跟我们接壤这些国家离我们这么近，就是有的叫一衣带水，有的叫一迈腿就到了，但是大家之间有很多的隔阂和不了解，所以我来今天讲讲这个印度。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有一种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没有了的平和，就是非常的平和。当然了，我要细讲一些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就我出了国的人其实跟那个本国人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比如说在海外的华人跟在中国的华人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海外的印度人跟在印度本土人也不一样。我是先从在海外见到的印度人开始了解印度，我第一个正经接触的印度人是90几年，我有一次从法国南部的一个美丽的城市叫尼斯，然后坐火车去 Barcelona。然后那火车，因为那时候火车很慢，不像今天欧洲火车很快，所以要买一个 Guchet 的票，就是 Guchet 就是卧铺，那 Guchet 里睡了4个人，特别代表国际关系。所以那天我一进那屋，我说哟，这挺有意思，因为大家进屋再互相说认识一下，说你好是谁，大家得一起睡一晚上嘛。那屋里4个人呢，是一个中国人我，一个印度人叫立栋，就听起来也像一中国人名字叫立东，就立栋。
然后一个黑人，美国黑人，他在Chicago 旁边一个城市叫 St. Louis， 然后叫 Carl， 然后 Carl 旁边睡了一个南非的白人。那个时候南非还是非常种族歧视的，那个白人叫伊恩。其实到今天南非虽然法律上已经那什么了，但是白人还是有点那种残留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南非白人是非常歧视，包括黑人，主要是黑人啊，其他有色人种。所以那个特别明显看到那个伊恩一进那个 shit， 一看啊，自己就都颓了，因为那应该叫做 rainbow shit， 就是彩虹这个叫什么车厢，全是有色人种，各色人种，就没白人。所以伊恩就躺在床上就不跟我们说话，就是那种闭着眼睛。那 Carl 就是那美国黑人就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美国人，然后就拉着我跟李栋说咱们去那 bar car 去喝一杯去，就甭理他。然后我们仨人就跑到那个 bar car， 就是那火车有一节是酒吧，就是一大长吧台，然后各种人在那喝一杯聊聊天。中国人和印度人在海外遇见特别容易辩论起来，因为这两个国家互相很不了解，都觉得对方有很多问题。然后于是我就跟立冬同志辩论起来了，而且这辩论特别逗，因为印度人说的英文吧是一种特别怪的口音。如果你不是在美国，比如在硅谷长期的跟印度人做同事等等，你几乎是听不懂的。所以那天晚上的辩论特别逗，是由我跟立冬都说英文，但是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他听得懂我说什么。他说完了由那 Carl 翻译给我听，因为那 Carl 是一个在全世界到处教英文的老师，他什么英文都听得懂，所以由他翻译，然后我们俩就辩论，特别有意思。然后他说你们国家那个那计划生育不对，然后那个没有 human rights 什么这那的然后我说你们国家好，你们国家那时候都年轻啊，都20几岁，大家都特别我说你们国家好啊，每人都生7、8个、8、9个，然后养不活，然后就到处卖到东南亚什么干这干那的，就不具体说了。最逗的是他说我们国家是世界第2大民主国家，然后你们国家如何，然后一下被我抓住小辫子。我说你们国家为什么是世界第2大民主国家？那第1大是谁呀？说第1大民主国家是美国呀。我说这不太对吧？我说贵国有10多亿人呢，那美国才3亿人，那会儿美国还没3亿人，就2亿多人。我说贵国10多亿人的民主国家应该是世界第1大民主国家，为什么管自己叫世界第2大民主国家？然后整个这bar car里头是欧洲各国人在那笑，然后那个 Carl 也在那自嘲，他说我今天突然发现美国好像不是一个最被批评的国家，因为在欧洲大家最爱批评的就是美国。然后美国这个那个霸权了，美国这等等，然后大家都笑说这俩国家人在这辩论挺有意思。然后最逗的是说我们国家是世界第2大民主国家，美国是世界第1大民主国家。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印度人，当时我就想，虽然我这第一次接触了印度的同志，但是当时我想因为这个立栋是一木匠，是一 carpenter。所以我就想，那他可能不能代表印度的各个阶层吧，因为印度大家都知道是有严重的种姓制度的这么一个国家，因为我们中学历史课本都学了，有什么婆罗门什么等，最高的是婆罗门，下边还分了什么4级。虽然现在印度是民主国家，法律规定人人平等但是实际上传统还是有这个留存，尤其是在教育资源各种资源的这个分配上，其实还是很不平等。所以后来我就在美国遇见了很多这个印度人，加州就是印度人最多的州，差不多在美国，因为印度人在美国基本都是高种姓的，就是能留学的，都是婆罗门。他们大量的是在硅谷，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因为我在有一期小说里其实讲过，说 Silicon Valley 他们自己开玩笑说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不是 PC， 是 IC 就是。Indian Chinese， 所以在硅谷就发生了大量的，每个公司都是一堆中国的工程师跟一堆印度工程师做同事。硅谷里边说，中国人跟印度人的首先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同样一个岗位上工作，中国人老中如果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3年还没升职，还没升到 senior engineer 或者是 manager， 中国人觉得自己特失败，老中就颓了，就要跳槽了。但是老印可以在这职位上干30年都没事。就是老印就是有一种特别平和踏实的那种感觉，就每天认认真真坐在那写同样的程序，然后就写30年，特别的严谨，特别的认真。然后他们在印度餐馆里也是特别的拧，就是华人的餐馆特别灵活，
就不但在餐食上灵活，就是说觉得美国人不喜欢这口味，马上就能改良。大家看到香港的中餐跟西餐的融合，就能特别知道华人的那种灵活性。然后你说你在华人餐馆你不愿意用筷子，给你叉子刀子没问题，你就拿叉子吃古老肉呗，没问题。印度餐馆不行。你说我不爱吃咖喱，你要只要说你不爱吃咖喱，你说我想要点没咖喱的菜，其实他有，他也不告诉你，他说那不行，你来我们印度餐馆你就必须得吃咖喱，所以就是一种特别，但是他们人很 nice。那后来我就去了印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先说我去印度的时候是9年前了，印度可能这几年发展的那个很快啊。但我想说9年前的印度，03年的中国已经有很多高速公路，很多大的商场、大的 mall。那个时候在印度，没有大商场，没有大超市，大 mall 更没有，都是那些小店。那03年当时印度的落后，让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他们的出租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车很少，你开辆宝马在街上简直就是神奇。所以我老想说他们的种姓制度导致他们有很多非常富有的那个印度家庭，但在街上很少看到，你只有在德里或者孟买最高级餐馆里才能看到这些人。平时你看到街上，我觉得最好的车也就是那丰田佳美什么之类的，他们的出租车特别有意思，他们那个表啊，都难以想象，说那个表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机械表，那个机械表怎么计数呢？它有一个管子伸出去，那管子就是一个窝杆，那伸出以后有一个直角一直插到那个车轮子上，就是碰着那车轮子。我一看那个表设计太有意思，有点像我们小时候那自行车的摩电灯，那个车轮子每转一圈就带动那个东西蹭在车轮子上，带动它转的时候带动一个窝杆，然后一个万向轴回到那个最后一个大机械表，回到这个机械表这儿，然后它蹦机械的字儿，完全不是一个测速测距电子的这么一个玩意儿。我当时看着印度出租车那个表我都傻了啊！我说这个太神奇了，居然是一个这么大机械表，我说这太容易坏了，看着很像就是1980年代的中国的那种，但是又不一样。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是你到处能看见动物，你甭管在什么城市，你一会儿街上我最惊诧的是，我抬头看树杈上停一孔雀，所以因为我一直认为孔雀，我都不知道孔雀还怎么野生，带着大尾巴，我一直认为孔雀已经快成一家禽了，就只能在动物园里生存。我真的在印度抬头看见树杈上停一孔雀，然后在那个乱七八糟的那种卖食品的那个自由市场里，就是猴子在各个摊上跳来跳去，然后拿起个东西就吃了。然后真有大象是在街上走，但是不是在最大城市市中心啊，但是就在稍微到郊区，就真有大象在街上走。但是就在最大城市，比如说孟买或者德里的市中心，你也能看到牛，而这牛在街上一走，大家就也不鸣笛，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对牛是一种特别那个尊崇，一个图腾式的一个东西，所以牛随便在街上走，然后大家所有车都慢慢的跟在那个牛后面走，尤其是你看到一头白牛的时候，那就周围就鸦雀无声，那白牛就自由自在的拉着一个小车在那街上走。我还问人，我说这白牛为什么有这么大权威啊？后来说印度人去庙里请东西就不能自己拿回去，就像比如说我们去庙里，佛教庙里开个光啊，或者请个什么东西啊，咱自个儿抱着就走了。说他们不行，他们一定得再弄一白牛后边推车把这东西给拉回去，然后就特别弥漫着那种其实就是你没亲眼见过的时候，你不能感觉到那种气氛。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你特别干净的城市，你确实没法跟动物自然有那种结合。就中国人讲水至清则无鱼嘛，你水特清，你当然养不了鱼。然后在那种情况下，其实人也都没那么干净。然后，我说一个给我吓一跳的那个有关干净的事儿，因为印度很便宜，那时候现在我猜也很便宜，所以我就住在一个很好的酒店，就酒店旁边就有条河，然后早晨就看见那河里无数人在洗衣服，就哇，特好看，因为印度阳光特别强烈，然后那水溅起来在那个阳光里特别漂亮。我在旁边看，我跟旁边那个陪我的那个印度哥们说，我说这个东西哪能洗干净？我说你看这河，这大城市的河，因为印度大家知道贫民窟特别多，这河眼看着就不干净。然后我说这怎么能洗干衣服？他看着我就笑，我说你笑什么呀？他说你那个Hyatt酒店那床单也是在这儿洗的啊，吓我一跳。我说每天我就睡在这河里洗的床单，
但是印度一开始会不习惯啊，但是你慢慢在那待一阵子，你会慢慢的融进那种气氛里，因为它是一种特别平和的。他们的那种平和到什么地步呢？包括那种最热的那种旅游点，比如向导上去，那我的传统概念里就是只要旅游点那儿人都挺不老实，因为游客嘛，也不是回头客，就是来一刀是一刀。然后到了那个岛上，一个小孩非拉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我一想那不就是农家乐要摆钱了，我说好，那坐会儿吧。然后给我倒了一杯芬达，说请喝芬达。然后我说啊好，喝芬达。然后就下了几天也听不太懂，因为他们那儿说的印地语里其实有很多词是英文，尤其是数字。反正我听他们说印地语，我能偶尔听见数字。因为我老怕别人骗我，就是咱们在中国的人从小都有一种防御心理，就到哪儿都怕别人骗我。结果最后我说好，我走了，我继续，我准备给人钱，说多少钱，准备狠狠的敲一笔，就一杯芬达吧。有人说不要钱，我说为什么不要钱？说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昨天在这办了个婚礼，然后按照我们的习俗，就是办婚礼期间所有的来的人都是客人，都要请到家里来喝一杯。你又不说你不喝酒，所以就请你喝一杯芬达，这是我们请你的，这是我们办婚礼的习俗。啊，我说不是旅游点的那宰客呀，特高兴，然后走了。我在那儿以极其防备的心态待了头大概1个礼拜，但是我没有一个地方不诚信，没有一个地方来骗过我。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宗教在他们那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弥漫的。而且不像我去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佛教在那儿很厉害，因为你想到释迦摩尼，想到什么唐僧上印度取经，你就觉得佛教在印度很厉害。我到那儿还专门请了一个佛学教授，一个印度人，当时他跟我讲，佛教在印度大概只排到第7，就是信佛教的人大概只有0.几，还远远不如锡克教。锡克教还有将近2%的人信基督教的人也有很多，但是最大的是印度教，它差不多占了80%的人信印度教。这印度教是个多神教。就不像单一神教，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它好像有3大神，然后一个负责出生，一个负责怎么生长，一个负责这个死亡，然后就负责那个死亡，那个是他们最敬畏的一个大神，叫 Siva，就是湿婆神，他叫 Siva， 那个是他们最敬畏的。关键这3大神每人还有一家子，还有一堆亲戚。这 Siva 有一个2儿子，就是这儿长出一象鼻子一小胖娃娃。所以大家特别爱供那个。后来我说为什么大家都供一个小胖娃娃，这儿长一象鼻子？说这就是印度教的财神，可见这个全世界还是这个财神是最爱被人供的。中国也是供一财神在那，印度人也是这个小胖娃娃这儿一长鼻子是 Siva 的2儿子，然后他还有每个人还有老婆，然后老婆还管什么，然后特别复杂。Siva 这手拿一剑不是这手，他说有好多只手这边手拿着刀剑。这边好多只手拖着好多碗，我还问人，我说这个西法为什么拖着这么多碗呢？他说我们这印度教是这么说的，说西法是负责斩魔的，但是你斩了魔以后，魔就会流出血，每一滴这个血只要落到地上就又变成一个魔，所以就斩魔的时候不能让血落到地上，然后就得拿着好多碗，所以西法有好多只手拿着一堆碗。然后我开始以为是佛教那种托钵在那儿，那个不是就是接魔的血的。然后最有意思是说，当他接满了，他不能再接血的时候，就地上要有那个很多处女去接这个血，不能让它落到地面上。我觉得可能就是 sacrifice， 就是牺牲，就是牺牲2个字就是这么来的嘛。每个宗教大概都有，当然现在不会这么残酷了啊。我去看了很多的他们的庙，非常有意思，而且他们。对于性的崇拜也很有意思，他们那里面的欢喜佛，然后他们的各种古老的庙里面的对生殖器崇拜，然后就在那儿很大，包括他们有一本这个世界闻名的叫《爱经》吧，我们翻成《爱经》，其实是有关性的一本就经书式的东西，很多图很有意思，很好看，叫做 Kama Sutra。这个我们翻成《爱经》，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挺那个隐晦的。其实大家看看，但是我觉得那不是隐晦的东西，那是一种了解一个民族以及他们对美的观念他们的艺术的来源，宗教的这个呈现的东西都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很有意思。我们是宗教是很禁欲的，然后他们是这方面很尤其是Kama Sutra，大家看看觉得很有意思甚至跟瑜伽都有关。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神奇。但我在印度受到极大的震撼是在德里，
旧的皇宫就是出了门以外有一个巨大的大露天市场，叫做月光市场。那全是地摊，就是猪罩袜子，然后各种各样的那个衣服什么，就很多就摆地上，然后特别特别大，也不知道有多少条街，就是尘土滚滚红尘那感觉，就是到处尘土飞扬，就在那儿。然后开始还跟人家在那儿讨价还价呢，然后突然间从那个老皇宫里传来了音乐，一下子我猜有数万人，呼啦一下，就我眼前的所有的人，一下子就全都匍匐在地。就那音乐一传来，然后站在那像孤岛一样的各种各样零星的人，都是长成外国脸的各种游客，手里还拿着人家商品，然后特别奇怪，就像海里的礁石一样站在那，然后所有的人都匍匐在地祈祷，然后拿着这东西在那站着。当然也没人说趁这机会把东西拿走了，其实你拿走了也不会有人管，因为对他们来说那祈祷很重要。但是你能特别明显感觉到他祈祷完了站起来，就不像那个祈祷之前跟你讨价还价这么严重，然后祈祷完站起来说好吧，你拿走吧，然后就又净化一次，特别弥漫的那种宗教。而且你知道，当音乐传来，然后数万人集体匍匐祈祷的时候，而且正好那个地方还有各种就是像滚滚红尘一样那种尘土在飘扬，我那种特别净化心灵，让你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就好像你前世曾经遇见过这种美好的场景。所以我在印度待了其实挺长一段时间，但我都没很少见到警察。我就经常想，我说这国家如果没有宗教会成什么样？你知道他那个贫民窟是世界无双的大贫民窟，大到什么程度？在孟买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大概提前5分钟下面就已经是贫民窟了。因为贫民窟一定是建在噪音最大的地方，因为富人不会住在飞机降落这条线上，富人怕吵，所以富人一定住在那个跟航线无关的地方。所以整个这飞机降落这条特别长，5分钟全部飞过一个巨型的贫民窟。就是你从飞机往下看，所有人都震撼，就是你想一直飞，下面就一直是贫民窟。后来人家告诉我，就那一个贫民窟住了300万人。那贫民窟路狭窄到什么样？大家可能看过那个德奥斯卡奖那个 Slumdog Millionaire， 那个就是只能供人跑在那里头，那绝不会能有救火车、救护车开进去。我当时向下看这个无比巨大的贫民窟的时候，我就经常想，我说这要是扔烟头进去，那300万住的能烧死30万人。因为它绝不会有救火车能开进去，里面也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什么救火设施，那救护车也是，非常恐怖。后来到了孟买，我就问人家，我说这贫民窟都什么人？每天要出来讨饭吗？人说不是啊，里面住的就是公务员、工人，然后等等，就正常的，白天还要出上班了，晚上就回到那个贫民窟去，只是他可能是低种姓的，或者是收入低的那种，但是都是正经的工作人员。当然要饭的有很多啊，在印度主要都是女的，然后穿着好看的纱丽在那儿。但是要饭也不像咱们这儿，就是死活拉着拽着你，然后敲你车窗，就特别平和在那儿，就等着，也不跟你那个纠纠缠缠说这说那。我们的女性应该多去印度看看，看到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她就回来以后，她就觉得自己已经光荣，在中国做女性已经幸福死了。那印度看到工地上啊，就是建筑工地上，那都女性。这顶着这么大一大东西，里边放的砖头，真的就是放着砖头，就是顶着那砖头运砖头，都是女的，而且还穿纱丽。就是最有意思的就是都穿纱，要饭得穿纱丽，然后他们也穿纱丽。然后最恐怖的是结婚就全由女方出嫁妆，就是全由女方，所以这个印度人生俩女儿就开始晕了。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为老婆怀孕了，那丈夫拿铁棍子打老婆，就是在印度女性的这个，你真的生几个女人，你真的快疯掉，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嫁妆。就连陪着我那个教授，他是个教授，博士，我问他，我说你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他老婆也是知识女性，也遵从这个吗？他说当然了，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那我说那你们怎么办？那你们又是自由恋爱相爱？他说对啊。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就我把我的钱偷偷摸摸给我老婆。然后那也要算他的钱，就算他的嫁妆，这样才能结婚，要不然就不行了。所以我就哎呀，我当时想，中国的女性应该多去印度看一看，然后印度看完了，哇，说我们在中国地位好高啊。然后再往西走，去阿拉伯世界看一看，人家能娶4个老婆，每个老婆还得那个连女儿跟人接个吻都要被处以私刑什么那种，然后还得拿面纱罩着自己美丽的容颜，只给老公一人看，又觉得在中国很幸福。然后再往西走，到了欧洲，还得冠夫姓。这好，结一婚
还得爸爸的姓不能用了，用夫姓，一会儿离婚嫁那个了又给他改一名字，所以在西方特别逗，他经常问你的。比如说你想不起来密码了啊，什么什么这那的，他就问你说，你知道你妈妈的那个原来的名字吗？因为你妈妈现在的名字肯定是姓你爸的姓，但是他说我知道我妈原来那 maiden name 就是她原来嫁给你爸之前那个他们家那姓，他就相信你是这张信用卡或者这个账号的主人，然后帮你恢复密码，因为他在西方都是这样，你得冠夫姓。所以我说中国女性出去走觉得回来太幸福了，中国男人出去走回来，哎呦。地位太低，我说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应该互相了解，啊，印度人也不知道中国很现代化、很发达，甚至以为还不如他们呢，啊，我们也不知道印度是个什么国家，然后老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吧。当然，唯一的实在是习惯不了的就是那饭啊，印度饭是头2顿吃简直是太好吃了，简直，尤其他们那个抹在那个薄饼上有一种酱，哎呦那个酱那个好吃，然后咖喱他们大概只有咖喱鸡、咖喱羊，但是印度。80%人就绝大部分印度人大部分印度是吃素的，因为他们那个印度教规定要吃素。当然你是穆斯林，你可以吃点那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印度教是要吃素的，所以他们就大量人是吃素。我们是那个去玩嘛，还是能吃到，所以头2天觉得哎呦太好吃了。本来背了很多方便面，是别人提醒我们说一定要带方便面去，然后特别高兴把那个中国高级的方便面送给了印度的同志们，然后说你们尝尝中国的美妙的方便面，都送光了。等过了10天以后，哇，想方便面已经想疯了，因为他走到哪儿，永远就是这2种东西。我然后就最后吃到已经完全颓废了，然后就找人家说我们那时候给你的方便面你吃了没有？就要回1包来，然后大家分着喝那汤都觉得特鲜美。除了这件事之外，其他的你只要在印度待下去，你都会觉得特别美好。整个这个气氛，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那个印度教的，非常弥漫在整个国家。但是你还是能看到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永远和这个全世界年轻人一样。然后你在孟买你还是能看到一条街，然后有年轻人穿着这么短的那个小短裙，然后那个各种迪厅里传出那种音乐，然后在周围好多酒吧，然后里头抽那种这么就印度那种叫什么烟呀，那个大水烟，然后就跟好几节的大葫芦似的，然后拿着一个那么大一东西在抽，然后年轻人还是在欣欣向荣，还是在追求时尚，还是在追求所有的欧美的那些东西。印度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普遍能说英文，因为它在英国统治下很多年，所以中国后来变成世界工厂，印度后来变成世界办公室。就是你在美国，你刚去的时候挺不习惯的，因为美国大量的服务电话800多少，一打过去其实就接到印度去了，因为他那个其实是个需要大量的人去做客服的那种，美国人太贵，所以他就最后这些分包都分包到印度。但是印度软件也是世界领先的啊，大量的软件公司非常好，但是它的所谓的世界办公室就是它这种服务性的东西是特别多。最开始刚去美国特别不习惯，打过去800解释个事儿，要求煤气也好，电话也好，结果那边偶尔能碰见口音，因为他们会培训英美口音，但是你还是开始特别困难，就听印度口音的英文。但是后来大家慢慢熟悉，就因为你慢慢老打810电话要求各种服务，然后最后老听到印度口音的英文，后来慢慢也习惯了，也能听懂。所以他这个优势是很大的，所以年轻人因为他普遍会英文，他接受西方的各种东西啊等等等。其实你看印度的电影音乐等等的，大量的是非常现代化的东西。西边的印度和东边的长得都不一样，西边的印度明显看到那些人是穆斯林那样子的，就长得非常漂亮，那个高鼻子，然后深眼窝，男女都是那种特别漂亮的，而且他们又是世俗的那种穆斯林，就不是像真正的穆斯林国家那种大家要盖头什么。你要去孟买，你会看到哇，满街都是美女，然后帅哥。所以我宝莱坞就在孟买，就是宝莱坞就是印度的这个电影中心，其实就是他把 Hollywood 和孟买原来殖民时期它叫崩贝，把就崩贝那个 B 给装到那个 Hollywood 那头上了，所以它叫 Bollywood。当然现在你在印度跟人说崩贝，人家会不高兴的，因为就像你来北京管北京叫 Peking， 人家不高兴，说这是帝国主义给我们起的名字，我们叫 Beijing， 我们不叫 Peking。然后印度那孟买后来叫孟拜，原来叫崩贝，然后
就是所以它叫宝莱坞，在那印度电影中心，那产量世界第一，远远超过好莱坞。当然，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真的有那么多要产的电影，是因为它语言多。印度是一个特别多民族的国家，大概最大的语言也不会超过30%人说，所以它就每一种电影都要 remake 成不同的语言。说这个电影在这个地方火了，然后在另外一些邦就要拍成另外一种就类似的电影 remake 成别的语言，所以它整个产量其实是靠这个。就它一个好的电影成功要 remake 成好多种语言去在全国不同的邦里去放啊。当然印度人热爱电影也是一个传统，他就一定要看电影，看电影是他们那个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有一点小的缺点，就是你去泰姬陵，当然泰姬陵很辉煌伟大，就我们世界7大奇迹之一啊，确实很美。而且我最感动的是是为爱情建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儿，因为世界其他奇迹，包括中国的这些伟大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彰显自己权利做起来的，很少有说我为了爱情，就是这一大情种一国王，然后就为了爱情。所以去看泰姬陵，尤其泰姬陵对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相对的东西，你会觉得很感动，说这个爱情原来在全世界其实都是最美好的东西。但问题你走进泰姬陵，那个一股那种极为严重的那个脚丫子味儿，然后我进了泰姬陵待了5秒钟就飞快的跑出来了。所以那个我不是一直请了一个佛学教授在印度的，然后陪我经常坐而论道，所以他跟我讲特别有意思，他说因为他讲的都是印度原始佛教，跟我们汉传改造以后的这个大乘佛教是有很多不同。然后他说我们那个佛教原始佛教开始点香，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那佛祖在讲经的时候，然后那么多人在下面坐着，然后天又热，然后发出那种会干扰别人所以就发明了点香。点香就是为了中和那个味道，让大家听佛祖讲经的时候，然后能特别平和。后来就发展成了那个佛的那个仪式了啊。他给我讲了很多原始佛教有意思的东西，以后我可能会专门辟一期去讲啊。其中有几个我可以说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他说佛祖并没有要求吃素，他说佛祖讲的是托钵，每天敲3次门，你不能挑食，因为贪嗔痴是佛最反对的嘛。就是首先你挑食就是贪，你不能说托钵去化缘，然后敲开门，然后施主给你鸡腿，你说对不起，你必须给我炒一豆腐，然后我不吃鸡腿，然后再去敲下一个门啊，你敲100家门，最后挑了2个最好吃的吃，那不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是每天托钵只敲3次门，当然我说的是原始佛教啊，如果3次门没有化到缘，今天就不吃了，而不能去敲100个门，就一定要贪到那个地步。而且敲3次门，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就毫不挑食，人家给你不吃什么都是行善，你不能去挑食，所以并没有要求吃素。吃素是汉传佛教后来自己经过各种各样的改良，然后等等去发明的，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我也跟他讲了那个一点我们有意思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汉传佛教有特别有意思的什么呢？我们给了佛和僧单独2个发音，因为我们汉族是汉语里每一个发音都分4声，每一个声里有很多字。我说我们为了敬佛，佛这个字佛4个音都只有这一个字，就中文里面汉语里没有一个字念佛，也没有一个字念佛，也没有一个字念佛，而且发出佛这个音的就只有佛这一个字。所以不管在我们中华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什么口音的人说出来佛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有歧义，都知道是佛。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佛的一个巨大的尊重，就单独给了一个汉语发音。然后僧也是，僧中国字没有念僧的，也没有念僧的，也没有念僧的，僧也只有这一个字，说明我们对僧也很敬，说专门给了佛和僧2个单独的汉语读音，4声里都只有这一个字。而且他写的也很有意思，就是福人就是已经不是人了，然后曾人就是僧，就是曾经是人。所以你要去水就是法，你要去水，然后先是从人变成曾经是人，但是还不是佛，然后就是所以僧那个字就这么写的曾人，然后变成佛的时候那个字叫福人。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给他讲讲，我说我们这儿对，就是从世俗角度，因为我也不研究佛教，我虽然敬佛，但是我也不信仰，我只是说每次对佛都挺感激的。每次我去庙里别人跪着，我就在旁边说，我说佛好久不见，那个我都老了你还这么年轻。我猜佛也爱听，你这句话谁都爱听，就我都老了你还没变。然后我们俩聊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最后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
这位佛学教授，因为印度收入并不高嘛，当然讲好的一个价钱，每天大概几十美金，然后也挺多钱的呢。然后最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不要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跟他天天激烈辩论各种事情。他说，因为那时候我又年轻，他说你就是佛，我感觉到就是佛说的那种魔。但因为我经常跟他辩论，我觉得魔挺好，魔自然，然后魔五彩斑斓，佛清淡悠远，然后辩论半天，然后他说，但是呢，我希望你能一心向佛。他说佛当时不知道有艺术家这么一种人，佛说的是国王、医生跟教师，如果一念向善，那就功德无量，因为国王不光是自己啊，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医生也是，不是自己是别人的生命，教师也是别人的这个世界观。所以他说佛说过，国王、医生、教师这三种人是一念向善就影响很多人，一念向恶就是万劫不复。他说其实艺术家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观念上，比如你世界观等等有很大的问题的，但你创作作品又影响很多人的话，那其实是就跟国王、医生、教师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希望你能向善，然后弄得我特别感动。那一次是我对佛教一次特别感动的一次历程，就是远超过我在国内看到那么多庙里面大家去要生儿子、要高考，然后要升职等等那样的庙，就是特别平和。虽然信的人很少，但是这个佛学教授是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个人。也没有人就是很激烈来跟你讨论什么事情。其实你去日本也没有人来跟你讨论什么中日战争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然后你基本上谈到大家都是说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在印度也是，然后我们这边当然很多人天天在网上要灭这个灭那个灭阿三灭印度什么打越南，然后等等等等，当然也正常，一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正常。但在印度人脑子里就好像那就没什么这些事儿，因为中印战争确实是中国大胜，这个但是印度人本身不是个尚武的民族，所以他对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别在意，他对他的宗教然后他的祈祷那些东西是很在意的。62年的中越战争呢，是我军以偏师，我军基本就没出动什么主力，就没有再往西藏多运兵，就是原来驻西藏军区、新疆军区的那1个多军，然后就横扫印军主力。因为在中越战争的印军都是主力，而都是参加过北非阿拉曼战役，什么参加过缅甸战役，就那种，尤其第4师是印军王牌，是当时英印军第4师，就是英军线里面的主力之一。当然了，那个时候在北非、在缅甸打军官还都是英国人啊。当然，他印度独立以后，这支光荣的部队保留下来，但是军官都变成印度人了居然我军就以偏师，在这个也没增加任何部队，就以边防部队。就把印军那个王牌主力打的，我不带偏见的说，就是确实把他们打得够呛，就是打死一个将军，抓住好几个，所以印度确实是不能打的一个，但是实际上那种宗教就是一种平和的宗教，所以印度这个民族就是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所以印度这个民族经常被人征服，就是一会儿穆斯林来征服一下一会儿英国人来征服一下，然后统治好几百年等等等等。但印度的这个民族有韧劲儿，这个韧劲儿就是说我虽然不尚武，我打不过你，我骑几个大象冲上去，确实也你千军万马我打不过你，但是我有我强大的信仰跟传统。最后穆斯林统治了印度那么多年，印度教还是有恢复起来。然后英国统治那么多年，基督教现在大概也只有几%的人信，但是最终说不管你们谁来统治我们还是80%，像今天印度还是80%人信印度教，我们的种姓传统还是流传下来，我们的好的坏的吧，反正种姓传统当然不是什么好传统了，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平和的心态，包括各个国家独立都经历过残酷斗争，从美国独立战争到南美的独立战争，然后等等等等，只有印度的独立是靠甘地领导大家叫那个非暴力不合作，这样努力下来，就是说我也没有游击队，我也没有枪，我也不跟你那个打，但是我就要独立，我就不要做你的奴才。然后怎么办呢？就是大家上街抗议，然后就被打，然后还被屠杀过，被机关枪也屠杀过，然后每天被棍子打得头破血流，但是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就是不用暴力反抗，但是就是坚定了说我要独立，我要独立。最后你打我100次，最后你打了手都算了，最后还是独立了所以最后印度大概就是这么个民族，所以它非常平和不尚武，确实在打仗方面是不行虽然今天的
印度的陆海空军从技术上装备上讲，其实跟我军是不相伯仲吧。海军可能还稍微更强点，因为它一直有航空母舰，并且操作了数十年之久。马上2艘新的航母又来了，俄国给造一艘，自己造了一艘，我军到现在才有了第一艘从俄国买废钢铁买来的一艘这个瓦良格号，然后刚刚整修完成，刚刚出海试验。但是你知道航空母舰，你要是光有了一艘，你没有操作这种东西的战术的能力，你最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把这东西玩转了。印度已经操作很多年，所以他们海军还是很强，空军也很强，因为他们的苏30 MKI 以及他们马上买的法国阵风等等等等，都要优于我军的主力战斗机苏207、苏30、歼10，陆军也是他们的那个 T90S 就是俄国的坦克，主力坦克跟我们的大概98改98差不多吧，就是两军从技术装备上讲其实是不相上下的，但是由于印度不是个尚武的民族，所以同样拿着这东西，他能不能打这个事儿，其实真的说不清楚。对，这是一个不尚武的民族，以至于参加了那么多亚运会，一共就只得过1块金牌。军事上其实两国不相上下，印度人口现在已经很追近我们了，然后军队跟我们也差不多的规模，但是其实印度由于是个不尚武的民族，也没有多少人真的那么激烈的说要如何。当然了，由于它是个民主国家每个党派都有发言的权利，那些党派印度党派多极了，每个党派为了自己的竞选什么经常叫嚣点什么，那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大家统一了思想，统一了口径，谁哪个报纸一说话就代表了国家政府全国人民，他们不是，他们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所以当然会有一些党派的报纸，印度还有共产党，而且还有在几个邦里还一直都是每次选举都胜利的，就印度有一个红色走廊，就是毛派的共产党在东部的从北到南有一条红色走廊，在那几个邦是一直选举胜利的，在他们那几个邦也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就什么都恨不能公有，然后在另外一些邦是另外一些党胜利了，然后他们因为它是个联邦制国家，就跟美国一样，每个州的权力是很大的，所以大家要理解说，经常我们这边媒体会说印度媒体说什么，印度媒体说好像挑衅我们等等，所以我特别希望再讲一点，就是说在一个新闻自由的民主的社会里，你不能管它叫印度媒体，应该管它叫印度某个党的媒体，他在说什么，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说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媒体已经可以做到说日本右翼媒体如何，我觉得这已经进步了，说日本右翼怎么样，而不是说日本有一个报纸说什么就说日本说什么，因为日本你要去了，其实大部分的国民也很平和也没有整天那个劲儿，当然是有右翼，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左翼有右翼，然后有不同的团体的利益，他要叫嚣一些什么，其实是为了竞选为了不同的那种选票的利益，他去弄这些事儿，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以后说看到那些国家的有一些媒体的声音被我们放大了以后，要清楚的知道那不是那个国家的声音，那只是那个国家的某一个党派或者某一个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些什么。但是我感觉到印度是个非常平和的国家，这个很美好。最后我离开印度的时候，当然我很感动这个陪着我的那个佛学教授深深的感动了我。然后印度整个那个社会的平和，到处见不到警察，然后贫民窟里那么大，但是犯罪很低，犯罪率很低几乎见不到小偷，因为你就见不到警察嘛。然后我这个国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然后我从那个孟买飞到上海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一对英国的老夫妻，他们到了印度，然后又到中国来，没来过中国，然后第一次来中国，飞机上就开始问我说在英国的报纸上天天就说中印两国比较，其实都是比较经济嘛，我们都是叫金砖什么几国，然后我们是金砖里的那个 C， 他们是金砖里那个 I， 就是那个 BRICS 那个，然后说两国他说你觉得这两国怎么比较我们去要马上降落在上海，说上海什么样子，能跟孟买德里的现代化比吗？我当然就跟他说，我说上海的样子，北京的样子不是跟孟买德里比，是比伦敦还要现代化。他俩都惊了，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是，你到上海看到那么多新的高楼大厦，伦敦都没有多少新的高楼大厦，看到那么漂亮的地铁，伦敦的地铁都已经老得不行了，那个还有福尔摩斯时期就坐的地铁。然后我说但是我想说这两个国家有很大的不一样，你可以看到非常现代化，不是跟德里孟买比，而是跟伦敦巴黎去比的现代化的北京跟上海。我说可是你看到在那些高楼大厦和那些漂亮的立交桥来回来去穿梭的人们，
很少有笑的，都绷着个脸很紧张。我说可是你在印度街头看到的大量的人在微笑着，然后大量的人平和着当然它经济缓慢跟这也有原因，赶不上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拼了命的的民族，他们是一个要祈祷要宗教要平和然后那些的民族，他们对于物质的追求，他们都吃素嘛，你想一个80%、70-80%的人吃素的国家，那对物质能有什么那种拼了命的追求呢？人家又不像我们又要吃鱼翅，又要吃这那，什么都要吃，只要发了财就什么都要吃，齁脑。所以我觉得，我就跟那对英国夫妻讲，我说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应该互相了解，印度人也不知道中国很现代化很发达，甚至以为还不如他们呢。我们也不知道印度是个什么国家，然后老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吧。如果大家看完这期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去翻一翻我的书《如丧》，因为这里面在211页专门讲到了我在印度的体会，不是今天的体会是我当时写的。这个我很感动，因为所以回到北京就写了这个叫《往生》的这样一篇文章，讲了很多我在那儿的特别新鲜的体会，很多感慨。其中也说到了这对英国老夫妇，说明不是我现在编的这个说到了佛法，说到了那位教授所以大家看完了以后，这个期节目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如丧》，谢谢。印度呢，那个时候主要是聊印度的给我感受好的地方讲印度的人民的平和啦、宗教啦、历史啦、文化啦等等，讲很多。当然了，也说到一些印度的问题比如说到今天依然有很大影响力的种姓问题大家看好多印度电影也经常反映这问题，就是不同种姓的之间通婚，然后经常是这电影里的大题材，怎么冲破这些东西等等说明它依然还是很严重嘛，不然电影里也不会拍这些东西包括妇女的地位啦，妇女地位依然是大家看到最新的印度电影这个摔跤吧爸爸里面依然反映的是妇女地位的问题妇女怎么从不被社会看得起，然后就要找个人嫁掉，然后一辈子在那儿做饭洗衣服，然后变成有独立人格的，然后能奋斗的这样的人。那电影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个，那说明妇女也还是地位很低，在印度，包括他们的人民大多数信印度教，西边有一部分是信伊斯兰教信印度教的大部分民众还吃素导致这个欲望也不强烈这个不像我们，然后大家都有那种拼命向上的那种欲望，他们好像挺平和，说好的是挺平和，说不好就是没有那么勤奋。然后大家不能看少数印度精英在美国硅谷什么当然做得很好了，包括现在微软啦、Google 啦 CEO 都是印度人，那是少数印度上层精英大多数印度人民处在那种很平和，当然也很贫困印度的贫困人口比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加起来还多实际上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然后文盲人口也最多的国家所以导致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人是第一动力嘛，然后也导致这个民族也不尚武。大家想想，吃素的民族他怎么能很尚武呢？他也不是很善战讲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有合作有竞争就这关系当时没有多讲跟中国的关系，然后正好现在出了这个事儿，可以多说两句。这个因为印度成立的跟中国差不多嘛，它差不多47年独立，然后我们49年建国所以两国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合作啦，也有竞争。合作就是说两国都反帝啦反对帝国主义，然后两国都希望建立第三世界的这个组织这个包括印度挑头的不结盟运动，当然中国没有参加中国当时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是站在一起，但是两国都有那种这个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然后反帝的需求。这个和平共处5项原则实际上就是中印两国的领袖共同提出来的。两国最开始也都想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嘛，那印度老不服嘛。当然这个竞争主要是
印度的上层啊，印度是上层精英，恨不能都是留学回来的啊，等等，领导着大量的10几亿的这种远没有中国的人民那么有主观能动性的那样的人民，所以上层的目的其实不是全国人民的目的，那上层的目的总是要争夺一些领导权。我还曾经跟一个印度人辩论过，这个俩人在西班牙辩论特别逗，然后遇见一个印度人给我住一屋，在火车上卧铺里，然后跟我辩论说我们印度是世界上第2大民主国家。从这儿就能看出他们的那个心态。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第1大民主国家是谁呀？他说美国呀。我说美国才几亿人啊，你们10几亿人，你们应该是世界第1大民主国家。然后同屋的就是那个卧铺里住了4个人，其他人都哈哈大笑，看这2个国人在那辩论。当然了，那近些年2国都发展得很快嘛，当然印度远远没有中国快啊。我当年去印度的时候，10几年前，印度还1公里高速公路都没有，连超市也没有，手机都寥寥无几。这跟中国差距是非常大的。这几年虽然发展的快起来，但是跟中国还是没法比啊。整个的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1/5，大概就这样。而且最重要的，在一个国家，尤其是作为战争资源的整个工业基础，跟中国差得太远太远。大家想想，手机半壁江山都是中国产的手机，我们的小米，我们的 vivo 2个品牌，我们各种各样的手机冲向印度，然后包括阿里巴巴去印度，我们的支付宝在印度也是最大的移动支付，我们的 UC 在印度也搞得很大，就它整个工业基础很差。包括它的军事虽然花钱很多连续好几年外购武器世界第一因为它实在是自己生产武器能力太差，研制一个轻型战斗机都得花个20-30年，一辆坦克花个10-20年，每次都是好不容易准备可以量产了，军方又不要了，说你们太落后了这个包括造一艘航母造了那么久，跟中国下饺子一样的海军的这个建设简直没法比。所以经济上跟中国差距很大，军事上就没有那么大差距比如说海军虽然中国这2年那些先进的052D 啦、055啦、航母等等，但是印度有一个自己老觉得自己特别牛的地方，就是他们一直有航母这个虽然现在这航母是苏联帮他弄的，那我们这个航母也是乌克兰买来的船壳他觉得他操作航母的这个经验比中国多，中国的航母还处在训练中。他的空军有200多架苏30 MKI，这个是苏30系列里面最先进的型号了除了苏35以外比我们目前300-400架的主力战斗机要先进个小半代当然歼20它没法比但是歼20还没有完全形成战斗力苏35当然是最先进的喽，但是苏35刚刚我们才引进了4架，其他的还没有交付，所以他觉得这个目前的时候还可以比划。当然了，他清楚地认识到时间对他很不利如果真的要跟中国比划时间越久对他越不利，因为他的速度，中国整个的国力的发展，军力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陆军就不用说了，他曾经来试过一次，62年，然后被打的。那个时候其实两军装备没有那么大差距，但是就战斗力完全不同中国只以偏师都没有出动什么主力部队，打的他前线部队全军覆没，把将军什么也都俘虏了这个甚至前出到离新德里只有几百公里地方当然了，他现在说我们不是1962年的印度喽，但是中国也不是1962年的中国喽。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来挑衅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时间不站在他那儿，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时间越久他越没有能力挑衅中国了现在呢军事上他觉得还能比划比划再加上这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2个都有原子弹的国家真的打起来了所以他觉得2国都有核武器，这个还是能有点威慑，所以敢于挑衅再加上呢中国现在急速发展嘛现在在世界上排第2，整个的这个近代史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凡是那个排到第2的国家都是靶子
因为老大通常不是靶子嘛，不管老大是大英帝国的时候，还是老大是美国的时候，很多国家会向老大靠拢，老大还是世界警察，能维护很多事儿，这个老二崛起的时候，通常老大也觉得是威胁，于是大家都觉得是威胁，所以他觉得可以利用这个大家都觉得是威胁的时候，他跳出来，他仿佛觉得国际局势对他有利咯。因为即使是1962年，是他明确的侵犯了中国领土，明确的越了线，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西方的媒体报道的时候，包括西方后来的报告，都清楚的说到是印度先侵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时其实获得的国际支持还是很多的。他虽然战败了，但是他觉得他好像获得了更多支持，因为当时1962年的时候，联合国才只有110个国家吧，差不多。但是中印开战以后尤其中国明显的是自卫反击的时候，大概只有7个国家表态支持中国。就是当时的北越，当时越南北方还没有统一全国，朝鲜、缅甸、巴基斯坦，当然咱们永远的好朋友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加纳，就这7个国家。但是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国家有75个，而且当时全世界最强大2个国家美苏，大家都挺意外的，同时支持印度，还都向印度提供武器、物资援助、国际舆论的支援。美国当时甚至还警告中国，当然那是冷战时期美国一定会这么做说如果再不听话，就会派军队支持印度等等等等。当然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顶住了国际压力，战胜了印度，而且这个后来处理的也不错，又跟印度友好了很多年，所以这俩国家一直是有合作有竞争，合作就更不用说了。那他觉得中国需要印度所以中国会容忍1962年的时候他就认为中国会容忍，但是挨了揍。这回他认为他砝码更多了一些，比如说中国现在争取国际空间的最重要的这几个大的战略吧，一个上海合作组织8个国家里它是重要的成员再有金砖5国重要的，这马上要在中国还要开会了，金砖5国它也是金砖5国里重要的一带一路，那一带一路向西，印度是这中间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他觉得你看你中国向东，然后被美国日本什么这那封锁着这个南海你这还有麻烦，然后北朝鲜在折腾，然后等等吧，他觉得你主要的国际战略向西，就上合组织、金砖5国、一带一路它都是重要的成员国，他觉得他有资本，因为他认为中国不愿意破坏这几个重要的战略所以他觉得有充分的砝码来挑衅。当然了，对于咱们中国来说这几十年发展的这么好，好不容易这个100多年来发展成了今天这么繁荣的局面当然是不希望战争的了尤其是时间站在我们一边，时间不在印度一边。这是自古以来的兵法也好，西方的战争论也好，最基本的就是谁着急谁倒霉，那不着急的永远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你着急那你来表演我们有的是选择，再加上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国家也都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在处理，很多方面都希望好像中国打一下对大家都有好处，南海的也高兴，北朝鲜肯定很高兴咯美国日本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很高兴了，谁都希望说中国你最好去跟印度打一下这个你最好到处都打一下，然后消耗你国力，消耗你国际影响力，破坏你的外交战略、国际战略等等等等所以作为一个大国，旁边的人都有欲望让你打一下的时候，就更不能被大家牵着鼻子走。中国有句古话叫杀君马者，道旁儿也，就是谁杀了你的马呢？君的马，就是道旁那些欢呼的小儿。道旁那些欢呼小儿说牛逼牛逼上冲结果你这一激动拼命打着马往前跑，结果马累死了马摔死了所以杀君马者，道旁儿也，不要去听道旁小儿的那些欢呼声，那些打了鸡血的声音，要冷静所以我觉得以和平崛起这个立国的今天的中国，我觉得战争是最后选择，还有很多选择可做
中印之间还有很多很多经济的联系。虽然对中国来说印度不重要，印度大概才排第10几位对中国的贸易但是我们投资印度了很多。刚才我说的，咱们那么多手机厂商，包括阿里巴巴、支付宝、UC 等等，大量的中国企业去印度需要那块更好的市场。当然了，印度国内也有一点民族主义现在又开始叫嚣说不用中国手机不用中国这那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暂时的。每个国家都有这种暂时的民族主义嘛很容易挑起来但是只要处理得当，我觉得不会产生很大的那种后果。因为印度不是那种这个商务什么那种充满了激情的国家，这个不是那样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有更好的自古以来的兵法告诉我们，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就是最后的选择才是作战，包括进攻、攻城等等我看到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整个的外交处理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相信这件事儿最后会靠我们的大国的胸怀和智慧，我们的强大的实力去解决所以我们静观其变，但是我还是很乐观的，我不相信这两个国家会真的打起来。